我们村的女子到了21岁必须换骨，否则就会瘫痪成一堆烂肉。我姐总是催我把男友带回家给她换骨，我不愿意。直到这天，男友刷到我姐的跳舞视频，他咽着口水向我打听我姐有没有对象。我说没有，他立即提出暑假跟我回家。我叹了口气，扭头给我姐发了条短信：姐，我给你找到换骨的人了。我姐离21岁生日还有10来天，却还没找到换骨的人选。我和我爸在外面一直为他物色骨源，可我在大学读书，很少有机会遇到该判死刑的恶人。3天前，我为了要不要把吴凡让给我姐，跟我姐大吵了一架，就因为吴凡用便宜的冒牌香水骗我是3000的专柜货，我姐就叫我带吴凡回家抽他的骨，我不愿意。大学生比较穷没钱，情有可原。吴凡罪不至死，我们一族有个原则，不伤害无辜良善之人，加上我是第一次谈恋爱，对吴凡难免有不舍。最后我姐说了一个提议，我也不为难你，我们打个赌，愿者上钩怎么样？听完我接受了这个提议。这周我本来正在焦头烂额复习应付期末考试，吴凡却惦记着我的身子，哄着我到外面过夜。翻云覆雨后，我躺在床上玩手机，按照打赌的约定，我转发了我姐的跳舞小视频，并附上一句我姐好美。吴凡在一旁边抽烟边刷手机，很快我听见他打开了那个视频，循环了5遍后，吴凡把屏幕转向我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这是你姐？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，他咽了咽口水，我眼里闪过一丝失望。后悔了吧？她比我漂亮，比我身材好，我自嘲起来。而且她跟我从小就眼光一致，如果她比我更早遇到你，说不定现在躺在这里的就是她哦。吴凡听我这么说，更是喉咙发干，眼神发乱。我又在吴凡耳边小声说，而且她的身子比我软多了。我身子本就很软。吴凡试过后一直赞不绝口，每次他抱着我都立即变得如狼似虎，但跟我姐比我就差得远了。视频里紧身连衣裙勾勒出我姐玲珑有致的身材，妖娆的舞蹈完美展现出她水蛇般的腰肢。别闹！吴凡把我推开，又将被子拉过去了一点，盖住自己下半身。睡觉时，吴凡从身后抱住我，旁敲侧击地问我姐有没有男朋友。我摇摇头说，自从去年失恋后，她门也不出，一直待在家里疗愈情伤呢。说完，我发现吴凡心跳都变快了。娜娜，我一直挺想去你老家看看山村风景，这个暑假我跟你回家怎么样？耳边声音温热，我的心却在变凉。好啊，我平静地说。吴凡睡着后，我摸出手机给我姐发了条短信，愿赌服输，你跟爸妈说一声，我找到给你换骨的人了。1个星期后，考完最后一门，学校放了假，我跟吴凡一起坐上了回村的大巴。到了村口，司机放下我和吴凡，我们步行进村。一路上，乡亲们看到我身后的吴凡，个个心照不宣，眼露笑意。他们从头到脚打量吴凡，有人还忍不住恭维2句：个子挺合适嘛，比例够端正。依依这丫头真有福气。我对说话的人使了个眼色，让他们闭嘴。他们说的个子合适，是因为换骨需要把一个人的骨头装进另一个人的皮肉里，如果身高相差太多，骨肉粘合期间，皮肉会被拉扯得痛上3天3夜。吴凡身高1.72米，我姐1.65米，相差7厘米，皮肉的延展性完全足够，不会有痛感。这时吴凡凑近我小声问，娜娜，依依是谁？我心里一慌，连忙解释，是我姐，刚才那伯伯一定是把我认成她了。看吴凡没有怀疑什么，我在心里暗骂这些乱说话的人，回头得叫我爸到村长那告他们一状。突然吴凡又冷不丁地说，娜娜，我怎么觉得你们村子怪怪的？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问他哪里怪。吴凡说，除了他们看我的眼神有点说不出的奇怪，还有刚才我们路过那屋，门口站了3人，他们看着像一家人，又不像一家人。刚才我们路过的是李香一家。我皱眉道，怎么说？吴凡说，他们长得是挺像一家人的，可我目测那女儿得有1.7米，而他爹看着顶多也就1.6米，他妈更矮，估计也就1.5米出头。我心里一虚，吴凡说的正是李香一家3口。李香原来身高只有1.55米，一直找不到骨源，直到最后一天才从附近乡道拉回来一个车祸身亡的陌生人，可那人的身高却是1.7米。换骨那天，李香痛得撕心裂肺，夜里的叫喊声半个村子的人都听得见。我脑子高速运转，故作难色开口，其实那不是他爸，是他二叔。他爸个子很高，可惜走得早。他二叔没结婚，一直很照顾娘俩，慢慢就成了家里的男主人。原来是这样。吴凡一脸吃瓜的表情。总算到家了，我爸还没回村，家里只有我姐和我妈。我妈热情地把吴凡迎进门，我姐从屋里出来和吴凡打招呼。她穿着宽松 T 恤和短裤，露出2条匀称的大长腿，吴凡眼睛都看直了。我妈让我们先聊会儿天，转身就去厨房准备晚饭。吴凡对我姐充满兴趣，完全不顾及我，和我姐侃侃而谈。我姐耐心回应着，不时被吴凡的幽默逗得花枝乱颤。吴凡找来一根绳子，变着花样给我姐表演魔术，借机制造肢体接触揩油。我姐被吃豆腐也毫不在意，甚至和吴凡越挨越近，任由自己领口下的春色被吴凡尽收眼底。我明白我姐的用意，
在我们村，哪家有人要换股带原股主回家，第二天就要向村长提交对原股主的罪状诉讼。为了避免有人滥杀好人，村长和审核小组会严格把关换股申请，就连换股必须的特制药水也由村里统一存放管理。不过犯了重罪的基本都在牢里了，落不到我们手中，所以我们只好加重针对妇女儿童的犯罪审判。我姐在引诱吴凡一步步走向犯罪，能换来余生做一个健全人，区区色相算得了什么？而我终于看清，吴凡就是个彻底的猥琐男，心中对他仅剩的一点眷恋也烟消云散。我实在看不下去，主动到厨房帮我妈打下手。终于饭菜做好了，我端出一锅骨头汤，喊吴凡过来吃饭。吴凡帮忙端菜时，视线忽然被窗外吸引。咦，我好像看见熟人了。吴凡有点惊讶，我很快回来。他放下手里的菜就跑了出去。我诧异地望向我妈和我姐，吴凡在村里怎么会有熟人？我们可是打算让他在这里消失的。我姐朝我使了个眼色，我急忙追出去。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吴凡叫住一个路过的女孩，发现不是什么熟人，一脸尴尬。没关系，同村的小兰友善一笑，转身离开。吴凡目送小兰的背影融入夜色中，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，怎么会那么像？吴凡嘀咕道。怎么了？我来到吴凡身旁，吴凡表情凝重。太不可思议了，刚才那个女孩背影简直跟我姨丈一模一样，连走路姿势都有几分相似。我好奇地问，你姨丈？吴凡叹了口气，她失踪3年了，有个女儿才上初中，可怜我小姨母女俩这几年孤儿寡母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小兰换股的男人是他勾搭的一个有妇之夫，那男的不仅常年家暴妻子女儿，女儿上初中后还猥亵他。小兰是在网上刷到小女孩的求助，主动接近家暴男，把他带回村换了股，没想到家暴男竟然是吴凡的姨丈。家暴男失踪了，对人家母女俩是天大的好事。吴凡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刚才他看到的确实有一半是他姨丈。希望你姨丈还活着。我安慰吴凡，回家吃饭吧。我妈给吴凡盛了满满一碗骨汤，吴凡喝得满嘴油光，赞不绝口。他不知道自己喝下的是我们村特制的骨血汤。我们换骨之前需要让原股主连服3天骨血汤，改善骨源的适配度，这样在换骨后才能最大程度减轻我们对新骨骼的排异反应。可怜的李香姐当年用的是死人骨，换骨后产生了一系列的并发症，至今需要有人贴身照顾，不敢轻易离开村子。这汤对身体无害，我妈加了胡椒去腥，我们一人盛了一碗。吴凡半点没起疑心。饭后闲聊，吴凡主动把话题往我姐身上引。依姐这么漂亮，怎么会没有男朋友？我姐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大部分男人在我眼里都没有性张力，我提不起兴趣。吴凡一下被吊住了胃口。那姐姐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姐盯着吴凡的眼睛，嘴角微挑。我喜欢真性情的男人，男人就应该好色，大男子主义，还要霸道。谁敢多看自己女人一眼，他就敢跟别人拼命那种。他可以在外面彩旗飘飘，但他最宠的人只能是我一个。我姐上半身靠向吴凡，用食指在他胸膛上画圈圈。越坏的男人，我越想征服。你这种乖乖大学生，还是跟我妹好好谈吧。喝过酒的我姐更显出几分妩媚。饭前，我姐对吴凡满是崇拜。吴凡想必以为我姐对他有好感，可这突如其来的否定让他一下子乱了阵脚。吴凡咬咬牙，脸上浮现出一份决绝。依姐以貌取人可不对。吴凡一把抓住我姐的手，将她拉向自己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个坏男人？我姐把手抽走，笑得前俯后仰。那你说来听听，你有多坏？吴凡举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如数家珍般把自己干过的龌龊事一一抖了出来。我在一旁强忍住呕吐的冲动，我姐却冷笑一声，轻蔑道：就这？吴凡脸都白了，他看着我姐，就像饿极的野兽看着一块诱人的肥肉，他整个脑子都在想着，无论如何必须吃下这块肉。吴凡目光发狠，发起攻势。那我告诉你，就在去年，我和几个兄弟轮流糟蹋了一个女人。话音一落，空气仿佛凝滞了几秒钟，我和我姐都露出惊愕的表情。我姐率先恢复了脸上的平静。骗人吧！要是真的，你还能坐在这里？吴凡冷笑一声，把他在一场婚礼上犯下的恶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他没报警。我诧异地问。吴凡得意道：他没证据，报警也没用。而且那蠢货，我听说他第2天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洗澡。笑死我了，世上怎么会有那么蠢的女人？看着吴凡肆意大笑，我心里瞬间充满了愤怒。那个女孩遭遇了这种事情，一定很难过，才会第一时间想到洗澡冲刷恶心的记忆。可吴凡这个罪人却以此为谈资，洋洋得意地取笑受害者。不过我心里的愤怒很快被兴奋取代，因为在我们周围的家具旮旯里一共布置了7个针孔摄像头，他们全方位无死角地把吴凡刚才的自白清清楚楚地拍了下来。吴凡自白的罪行足以让他成为我姐的原股主了。
吴凡，想不到你是这种人。我佯装生气，起身回房。吴凡后知后觉，意识到自己的口无遮拦，见他脸上闪过懊恼之色，我姐轻笑了一声：“没事的，我妹很听我的话，今晚我帮你好好开导她。”吴凡一听，也调笑道：“那就拜托姐姐了，姐姐对我这么好，有机会真想好好报答你。”我姐强装出最后一个笑容，转身离开，来到我的卧房，然后我俩一起着手整理换骨申请资料，准备明天一早让我妈送到村长家。吴凡回到卧房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他也没想到依依姐姐会这么好聊，而且他好像一点也不介意自己是娜娜的男友。禁忌的刺激让他一晚上都血脉喷张，好几次他都忍不住想冲进厕所释放一下。吴凡打开手机，进入副系统，点开微信小号加的一个聊天群，群友们经常在群里分享艳遇经历和小视频。吴凡迫不及待炫耀自己今天的艳遇，他发了几张白天偷拍依依的照片，说跟女朋友回老家准备拿下他姐。群友们一个个冒了出来，哇，这个极品，我去，山沟沟里还有这种货色，继续，快更，这个真的可以，什么时候上视频记得艾特我。意淫怪，偷拍人家不等于他对你有意思，笑死人了。不是我说，除非你长得有我帅，不然这个你没戏。同意楼上，建议别歪歪了，这种货色不是高富帅没机会。没想到有那么多人不信自己，吴凡心里暗骂起来，等老子得手了，录个视频发出来，让你们跪下来喊爹。一夜春梦，吴凡醒来时，天刚蒙蒙亮，外面传来开门的动静，有人出门了。听脚步声，好像是娜娜他妈。娜娜去她姐屋里睡了，不方便去找他们，手机网络不好。吴凡起床撒了泡尿，然后来到屋外，点了根烟。晨雾很重，外面白茫茫的。吴凡索性到周围走走，走着走着，扔掉烟屁股。吴凡回头一看，不知自己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了。前方出现一个人影，隔着雾，他看不清是男是女。奇怪的是，对方明明是面向自己走路，可离自己却没有越来越近。不会见鬼了吧？吴凡心想，他加快脚步追了上去。这下吴凡看清了，是一个女人，她穿着绿色上衣，黑色的裙子，她的脸很白，嘴唇画的猩红。诡异的是，女人的上半身朝后，下半身却朝前，她上下两段身体方向完全是反的。女人突然扭过头，朝吴凡笑了一下，吴凡吓得屁滚尿流，摔进田地里，连滚带爬的逃跑。不知跑了多久，吴凡才敢回头看，那个女鬼没有追上来，可是大雾还没散，四周不见一所村宅。吴凡迷路了，他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，来到一间老庙的门口。吴凡想着进庙拜拜，免得被那只女鬼缠上。他走进庙里，抬手挥去缭绕的香烟，看见长案上整齐排列着一个个灵位，原来是个祠堂。吴凡正要合手拜一拜，抬眼却看见灵位后面竟然堆放着一摞骷髅头。此时不知何处又传来女人阴森森的笑声，吴凡头皮一炸，扭头就跑。他鬼叫着大喊：“娜娜，娜娜，你在哪？这里有鬼！”我和我姐起床时，晨雾已经散了，刚走出卧室，就听见吴凡大喊大叫着从外面跑回来。他脸色惨白，语无伦次地说了自己的遭遇。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。吴凡遇到的女人是小时候经常带我掏鸟摸虾的绵绵姐姐。她换骨的时候，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上半身竟然能180度旋转到后背。每次村里人带了坏人回来，她就爱吓唬坏人取乐。而吴凡看到的骷髅头是我们换骨女一族的24位祖辈的，太姥姥也在里面。至于祖辈们的故事，暂且按下不表。我想到自己还在生吴凡的气，没好气道：“你不做亏心事，女鬼也不会找你。”午饭时，吴凡看到骨汤有点疑惑：“你们怎么天天喝这个？”他小声问我姐，我姐笑道：“山里阴气盛，牛骨汤驱寒除湿，喝了不易撞鬼。”吴凡将信将疑，捧起汤咕嘟咕嘟喝起来。吃完午饭，村里响起了敲锣声，村民们陆陆续续从家里出来，往同一个方向走。我和我姐我妈都难掩眼里的喜悦，这是祭祖的信号，说明我姐的换骨申请通过了。我也要跟你们去祭祖。吴凡满脸不解：“你们的祖宗又不是我祖宗，你还不乐意？要不是我姐看上你了，你能有这个机会？”吴凡不可置信地望向我姐，我假装委屈：“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跟我姐向来眼光一致，我们从小就跟对方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。虽然这次不一样，但昨晚跟姐姐聊完后，我想通了，姐姐才是我最亲的人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愿意跟她分享。”我双目含情地看着吴凡，眼角湿润。后天就是我姐21岁生日，我们村里的习俗，在那一天到来前，女孩要选择一名心仪的男人，在生日前夜跟他完成共浴仪式。吴凡瞪大了眼睛：“共浴？”我姐面色冷艳，语气不悦：“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也不会勉强。”吴凡高兴的舌头打结：“愿意，我愿意。”到了祠堂，吴凡才发现我们祭拜的就是那24颗骷髅头。村长将吴凡的罪状书在祖辈灵位面前焚烧，我姐向祖辈们上香叩首，默念誓言：取罪人骨，行生者善，
永不背叛族人，永远保守幻谷一族的秘密。吴凡看着我们祭拜骷髅头，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怪异。早上他还以为自己撞鬼了，没想到这个祠堂竟然是真的。接着他又在人群里发现了清晨遇到的那只女鬼。吴凡拉了拉我的衣袖，害怕的牙齿打颤。娜娜，那个女鬼也在这里。我懒得解释，瞪了他一眼，叫他安静。村长向吴凡走过来，他把杯角交到吴凡手中，请他上前亲自询问祖辈意见去吧，看祖宗们是否认可你。我姐鼓励道。吴凡看看骷髅头，看看那女鬼，又看看我姐，恐惧和色欲交织，搅乱了他的脑子。他糊里糊涂地来到祖辈灵位前跪下，把杯角紧紧握在手中，默默祈祷后掷在地上，一阴一阳，是圣角。祠堂里掌声如潮，吴凡也很高兴。祭完祖，一个巨大的浴桶被村民们送到我家，一起被送来的还有一桶桶换骨用的特制药水。得知吴凡成功通过认证，我爸立即赶回了家。他见到吴凡，把他的胳膊腿上上下下摸了一遍，小伙子好体格。我爸越摸越满意。吴凡不解地问：叔叔，您是中医啊？我爸笑而不语。这一夜，我们一家人都在紧张的心情中入睡，只有吴凡心痒难耐，根本没有心思睡觉。他点开聊天群，分享自己的最新进展。明天跟女友姐姐共浴，晚上必有一场大战。自拍小视频10元，小视频优惠8元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他缩在被窝里，笑盈盈地等待群友们的反应。哟，又是你，搞半天原来是个麦片哥在这边编剧本呢。骗兄弟可以，别把自己也骗了，小心3年起步，不是假的我倒立吃香。吴凡这回一点也不生气，只想着看明天晚上我怎么打你们的脸。这时群主突然发言艾特了吴凡，群主，本群不欢迎骗子，请10分钟内发出与女主亲密接触的照片或视频，并加上本群指定手势，否则送飞机票。吴凡急了，这个群平时是他排解寂寞的首选，他可不想被踢掉。吴凡从床上起来，犹豫了2分钟，反正依依喜欢我，他迟早是我的人。他想，只要自己态度强硬一点，他肯定半推半就的从了，还用得着等明晚。吴凡立马在群里发话：行，你们等着，屋里人都睡了。吴凡悄无声息地来到我姐卧房，房门上了锁，不过这里的窗户都没有防盗网。吴凡翻窗进了我姐的卧室，他一只手握着手机，手机屏幕上正开着群直播。我去，现场直播太刺激了，画面又糊又卡，却胜过我看过的所有 4K 无码高清。吴凡来到床边，摄像头对准了我姐的脸，我天，好漂亮，女神级，凡哥牛逼，66666，3年血赚。凡哥发地址，10年探花老兵请求参战。吴凡看到我姐熟睡的脸，浑身的血液都冲到了脑门，他伸手去解我姐的衣扣，我姐惊醒过来，吴凡吓了一跳，连忙捂住我姐嘴巴，我姐挣扎起来，可力度却意外的小。吴凡愣了一下，笑了，他凑在我姐耳边小声说：你根本没用力嘛，这么骚，跟我玩欲擒故纵呢。吴凡拱着嘴巴去亲我姐，我姐呜叫着不要，用手推开他的脸。吴凡捉住我姐的手，用力按在一边，突然他听见清脆的啪啪几声，手掌传来奇怪的触感。吴凡扭头一看，瞬间头皮发麻，我姐被他捉住的手变得像个厚厚的胶手套，软绵绵的被他抓在手里，就像没有骨头一样。他不可置信的想确认这是怎么回事，往下捏了捏我姐的手臂，我姐手臂上的骨头迅速溶解，从毛孔深处散发出一股奇怪的气味。吴凡惊叫了一声，我姐乘机袭击吴凡，吴凡从床上滚下，我姐立即放声大叫：爸妈！我姐只想着要抓住吴凡，可她发现双腿已经无力行动，她翻身滚下床，披头散发地爬向吴凡，在惨白的夜色下，我姐就像一个女鬼。吴凡被吓破了胆，翻窗就逃。我爸首先听见动静醒来，他冲过来时，吴凡正在试图开门逃跑，大门上了锁。我爸从后面抱住吴凡，吴凡使劲挣脱，将我爸推倒。吴凡攀上院墙，我妈跑过来，死死抱住吴凡的脚。吴凡用力几脚将我妈踢翻在地，可自己也从墙上摔下来。我赶过来抄起墙边的扁担，趁吴凡起来前狠狠打在他背上。我爸我妈及时扑过来，将吴凡按在地上。我找来绳子，3人合力将吴凡绑了起来。吴凡大喊救命，我用毛巾塞住了他的嘴巴。虽然即使有人听见也不会过来帮忙。我们将吴凡扔进柴房，赶忙去看我姐。在暴力伤害下，我姐的骨头提前溶解了。我们立即开始准备给我姐换骨。我爸我妈将特制药水倒入浴桶，我煮好骨蟹汤来到柴房，准备强灌吴凡喝下。然而吴凡所在的位置只留下一捆松绑的绳子，他跑了。我忘记了吴凡精通绳子魔术，我们根本没留意到他什么时候将死结改成了活结。我扭头大喊：人跑了！阴云蔽月，四周是黑压压的大山。吴凡离开我家，仓皇奔逃，很快追捕声四起。吴凡不想暴露动静，就近躲进了一片包谷地，手机只剩下最后一点电量。他拨打报警电话，却在接通的前1秒又挂断了。不行，吴凡想到祠堂里的祭祖仪式，还有远处搜寻他的村民们，这条村子的人都是串通的。
如果报警，很可能会由村辖区的派出所接警。如果连辖区民警也是他们的人，那就羊入虎口了。吴凡连忙打开刚才的群聊，这里有怪物，快帮我报警，救我！吴凡哆哆嗦嗦地打开定位，想要发送位置，而群友们根本没几个人看到吴凡的话，全部在为他刚才的直播破口大骂，吓死我了！死骗子，哪来的鬼片演员？吓死我了！裤子都脱了，给我吓软了！你后半生必不举！群主赶紧把这个货踢了。吴凡发送位置，又急匆匆打字发誓自己真的遇到了危险，却看到位置发送失败，上面有一行灰色字：你已被群主移出群聊。吴凡欲哭无泪，那边有亮光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高喊，吴凡连忙关掉手机，俯身逃窜。吴凡成功甩掉了追捕的村民，他来到了公路边，可现在是凌晨2点，路上一辆车也没有。吴凡摸出手机，却发现没电关机了。正绝望时，一束灯光划破了黑暗，远处来了一辆车。吴凡沉着地隐藏起来，他没有立即跑出去，他担心那是村里人的车。吴凡在地上摸到几块尖石头，用力扔到路面上，司机果然看到了抛掷物，车子减速了。更让吴凡惊喜的是，来的是辆警车，看车牌不是本地的车子。吴凡连忙冲出去，拦在警车前面，振臂高呼：救命！救命！车上警惕了下来，一老一少2个刑警，两人都拔出了枪，喊吴凡抱头蹲下，确认吴凡没有威胁后，警察们问吴凡何事求救。吴凡语无伦次，说了近20分钟才把事情经过说清楚。你说他们要绑架你，可我听下来明明更像你要侵犯人家，人家才想抓住你啊。老刑警问道。年轻刑警也说，他们要绑架你，为什么伺候你好吃好喝2天不动手？什么骨头突然消失就更扯了。你还是跟我们到附近派出所做个尿检吧。真的，我没嗑药，你们相信我，这村子的人有古怪。吴凡努力自辩，老刑警无奈道。行，那你带我们去看看那个没骨头的女人。吴凡跟2名刑警走上警车，这时一束电筒光摇摇晃晃地从树林里射出，有个人找了过来。他是外来人，对我们村不熟，还是我来带路吧。2位同志，是附近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小六子，我和我姐从小叫他六叔。40分钟后，六叔领着2名刑警和吴凡来到我家门口，身后还跟着一群看热闹的村民。村里向来太平，除了我家，他们就没见过警察。乡亲们好奇，希望理解。六叔向2位刑警笑着解释，就是这家。得到吴凡的指认，老刑警上前敲门。几分钟后，我爸睡眼惺忪地把门打开。小吴，你不是在屋里睡觉吗？怎么把警察带来了？我爸一脸诧异。小六子，这2位是？六叔向我爸解释，他们是路过的刑警，碰巧遇到了吴凡。小吴是我小女儿的男朋友，这2天都住在我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爸问。老刑警把吴凡的话简要复述了一遍，请求见一下我姐。村里人的脸色紧张起来，大家帮忙抓吴凡的时候都听说了。吴凡看到了我姐骨头消失，我爸让2位刑警等等，他回头朝屋里小声喊了一个名字，一个人影走出来，来到我爸身边。村民们都吃了一惊，出来的人正是我爸的大女儿依依。吴凡看到我姐全身上下与常人无异，顿时张口结舌。2位警察叔叔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位是警察哥哥。朦胧月色下，我姐眼神茫然，像个漂亮而无辜的小鹿。年轻警察瞬间就脸红了。老刑警回头看了吴凡一眼，吴凡躲到老刑警身后，指着我姐，刚才我摸到他的手，明明没有骨头，他一定是妖怪。我知道了，是你觊觎我。我姐有点害怕，刚才我一个人在屋里睡觉，你什么时候进了我房间？你是我妹妹男朋友，你想干嘛？我爸叹了口气，对警察说，这年轻人跟我小女儿回来不到1天，居然跟我大女儿示爱，我大女儿自然不同意，我小女儿提分手，她精神就开始变得很不稳定。吴凡还在努力反驳，什么共浴之礼，说我们祠堂里放着很多骷髅头。全向刑警抖了出来，他在人群中看到了绵绵，急忙指着他说，那个女人她也是怪物，她的上半身可以扭到背后。绵绵当众表演了个下腰，你是指这个吗？村民们哄笑起来，见2位刑警面露尴尬之色，六叔公事公办地说，这个年轻人由我们所里处理吧。2位同志奔波劳碌，要不要所里招待一眼？老刑警摆摆手说，不麻烦了。2位刑警转身离开，吴凡想跟上去，可我姐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他身后，他听见背后咔的一声，一阵剧痛像剑一样刺穿了他的身体，他瞬间动弹不得。在吴凡倒下前，我爸和绵绵爸将吴凡架住，六叔送2位刑警走远了。吴凡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却动也动不得，喉咙也发不出声音。我们村的女子5岁学会走路后，就要开始学习摸骨拆骨。刚才我姐快准狠地将吴凡颈椎往下第3节脊椎往内推了一下，使其错位，剧痛足以让吴凡陷入短暂的瘫痪和失声。刑警走后，我爸向大家道谢，给大家添麻烦了，都回吧。有人好奇地问依依，你换的是谁的骨？我姐垂目答道，是娜娜的。怎么也没想到，和姐姐共浴的人变成了我。
追捕吴凡的村民看到吴凡遇到外地警察后，第一时间通知了村长和我爸。虽然吴凡的遭遇算得上天方夜谭，但万一这2位警察要来查证村子多年来的秘密，可能就此不保。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看到我姐没有骨头的样子。可是村里没有其他骨源可以给我姐换骨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用我的骨。我今年19岁，我的骨头还有2年寿命。村里人通知我爸六叔正在带刑警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我妈和绵绵小兰将无法动弹的我姐放进浴桶，然后我也宽衣入狱。我和我姐泡在浴桶里，一时相顾无言。我和我姐上次一起洗澡，大概是4、5岁的时候吧。在我们都还喜欢玩水的年纪，即使骨头正在溶解的姐姐，也美得让人惊叹。看着锋利的手术刀在我胸口划开一道口子，姐姐红了眼睛。娜娜，很疼吧？我摇摇头。我妈和李香、绵绵一起很快将我的骨头一根根拆下，装进姐姐的身体。刚缝好姐姐的胸口，外面就响起了老刑警的敲门声。吴凡被送到我面前，看到我泡在装满深红色药水的浴桶里，没有骨头的身体半浮在水上，他的表情比见鬼还难看。我妈给吴凡灌下最后一碗骨血汤，然后他和我姐小兰、黄英一起将吴凡扒光放进浴桶。我微笑，没想到跟你共浴的人是我啊，吴凡，你还记不记得我答应跟你交往的时候，有一个条件是让你退出校篮球队，当时我说的是怕你受伤，现在你明白我的顾虑了吧？吴凡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用处，他依然瘫痪，却终于能发出声音。他哭着求饶：娜娜，我错了，娜娜，你放过我吧，我出去给你找更合适的人，求你别杀我。我面无表情，放弃吧，吴凡，就算我不杀你，村里还有很多人想拆你的骨，你已经错过了唯一能逃跑的机会，真可惜啊。吴凡又求饶了一阵，见我无动于衷，他变得一脸阴狠。原来你带我回来是有预谋的，你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村的女人到了21岁就需要换骨吗？你做好准备去接受这个被鲜血、屈辱和无尽诅咒浸透的真相了吗？那是一个连天空都被硝烟染成灰烬的战乱年代，到处是敌人的烧杀抢掠，战火最终无情地烧到了我们这座偏僻宁静的村子。在仓皇逃亡的路上，祖辈们还是没能躲过敌军的搜捕，那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。他们大笑着杀光了所有没跑掉的男人、孱弱的老人和孩子，鲜血染红了土地。而在那片尸山血海中，他们强行带走了村里100多名正值花季的妙龄少女，少女们被带到了如同人间炼狱般的敌人军营，沦为公士兵发泄兽欲的玩物。当时为了防止军营中梅毒肆虐，敌人强制给被抓来的少女注射了一种名为参酯606的化学药剂。这种药剂有着极多不利于身体的副作用，其中最致命的一项就是会严重抑制人体骨髓的生长。少女们所在的军营里有一个军医出身的军官，他见抓回来的少女们因折磨而面黄肌瘦、骨瘦嶙峋，更讨厌他们在遭受凌辱时依然试图挣扎反抗。于是这个恶魔稍微动了动手指，凭借他的医学知识擅自改制了参酯606的配方。他刻意放大了药剂中损害骨骼的副作用，让它变得更为强效。被注射了改制药剂后，少女们的身体不但变得异常柔软，连抬起手掌反抗的力气也彻底丧失了，只能任由魔鬼摆布。可是这些注射了改制药剂的少女，一旦到了21岁，身上的骨骼就会从内部开始溶解，除了坚硬的头骨外，她们全身的骨头都会在极度的痛苦中消失，最终她们会瘫痪成一滩没有形状、恐怖至极的烂肉，没多久便凄惨的死去。但在那个每天都在死人的战乱年代，军官轻而易举地掩盖了这个惨无人道的秘密。后来战争终于结束了，被抓走的100多个少女，只有24个活了下来。她们回到了满目疮痍的村子，但内心的恐惧并未消散。她们亲眼目睹过营帐里的姐姐们在21岁那天骨头溶解惨死的样子，如今她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等待着自己21岁生日的到来。她们尝试过四处求医，但所有医生看到她们的情况都束手无策。沮丧与绝望中，女孩们决定要把死马当活马医，既然天下无人能救，那就在自己身上动刀。在拿自己做活体实验的残酷尝试中，又有一半的女孩在痛苦中死去。终于有一天，在踩着姐妹们尸骨铺成的血路上，她们发现了换骨的秘密。这是一套极其残酷，却只有她们这种变异身体才能接受的手术。靠着换骨活下来的女孩们跨过了死亡的门槛，可她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恶魔造成的痛苦并未在她们身上分解，连她们生下的女性后代也遗传了同样的疾病。从那以后，我们村的女子5岁才能勉强学会走路，到了21岁就必须换骨，否则就会瘫痪，最终成为一滩烂肉去世。我5岁那年，妈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和姐姐听。娜娜，妈妈抚摸着我们的头发，对我和姐姐说，我们的祖辈很勇敢，他们从地狱里爬了回来，你们也要有长大成人的勇气哦。妈妈告诉我们，也许有人会说，我们这种怪胎就不应该被生出来，可是我的太姥姥说过，她在敌人的军营里每天忍受着恶魔的折磨，那时候她觉得自己根本不算一个人，
而是一滩可悲的会呼吸的肉。现在我又可以做人了。太姥姥说，我希望我的子孙后代都要好好珍惜做人的机会，这是祖辈用血泪留给我们的教诲。而世上偏偏有的人不但不珍惜自己做人的机会，还肆意剥夺别人的机会。于是我们咽下这残酷的命运，发誓在这世上拆掉所有罪恶的骨头，用来支撑我们站立的脊梁。